如果你最近考虑买台家用车，那你的备选菜单里一定有一台比亚迪。倒不是因为他们的车有多么优秀，而是因为他们的选择实在是太多了，总有一款适合你的需求。当然，除非你的需求是一台混动有个性的家庭轿车。哦不，它也有了。这台车蔡老师之前已经做过了详细的静态解读，所以呢，我只会针对它外观内饰一些我喜欢的点进行点评。第一个点就是它的车头，它的车头因为有发动机加入，所以加入了几个进气格栅，整体上就让车头显得更高，更加的有气势，也更加的有这种行政的感觉，不是完全的一个运动个性化的取向。第二个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呢，就是可能很多人想不到是它的轮圈。现在很多轮圈都是20寸、21寸，甚至到24寸，我感觉太大了，完全没有必要。而这台车就非常的收敛，它18寸的轮，你能想象吗？这么大车18寸轮，有一点好处就是它的胎壁非常的厚，想必这台车开起来、坐起来一定非常舒服。最后一个我比较喜欢的点呢，就是这个车尾，更具体一点就是这个尾灯，它和别的贯穿式尾灯不一样，它是那种比较有形状、有线条、有设计感的，整体上的感觉呢就很舒展，而且它的这个线条呢也延伸到了车身的侧面，整体上会把车侧的那种流线感带到车尾，和整辆车融入的，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这车内饰跟外观一样，我就说3个我非常喜欢的点。第一就是这个坐姿，我第一次坐上驾驶席，毫不夸张的说，就是掉下来了。对，你没有听错，就是掉下来了，非常低的夸张。你知道，对于一个日常的工作就是开各种电车人来说，这种低坐姿真的非常惊喜。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毫无压力，直接摸地板。第二点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没有想到我会对一台比亚迪的内饰说出收敛2字。虽然它的内饰用了很多材料，但它不再像以前那样要突出每一种材料，而是讲究把这些材料做出一种融合。同样还有这个空调出风口，它不再是为了设计而设计，它就是简单的一个空调出风口。还有这块控制面板，你发现它整体上就是一块板子，上边有着各种的按钮，而整体上呢设计很好看，所以比亚迪是不是真的高雅起来了？第三就是座椅，以我的身材来说，其实是非常挑座椅的。如果座椅太宽，整个就没有包裹性和支撑性了；如果座椅太窄，其他人又没法坐了。所以我喜欢座椅往往不是别人喜欢的，而别人喜欢座椅往往又不是我喜欢的。但是这台车座椅我觉得应该可以照顾到2种人群，因为它的这个支撑的侧翼是循序渐进的，我能感觉到支撑，比我身形稍微大一些的摄像老师坐在这台椅子上也能找到自己非常舒服的支撑点，所以让我觉得这台座椅就很适合大众化对于舒适的一个要求。海豹 DMI 的首次试驾呢，它的重点一定是放在了动态这部分。这部分我们还是分为几个要素来说。第一是动力，这台车采用的是 1.5T 加单电机的前驱系统，也就是 DMI。如果你熟悉比亚迪，那对这套系统一定不会陌生。它的感觉就是2个字：轻快，而且是电车的那种轻快。低速情况下，它的整体表现很线性，加速非常的凌厉，而到了中高速区间，发动机的补足又会让这台车呢不会像电车一样后段疲软。而且如果你经常是城市中低速使用这台车，那你会发现它在车内使用起来和电车无异，基本上就是一个非常安静的状态。
但是这种安静不会持续到高速区间。我们在高速上120公里速度巡航，能明显听到发动机舱传来的引擎噪音。怎么说呢？还是希望有更好的一个静运性表现。相对来说，这台车的刹车我觉得还是比较好评的，它不会一味追求去软，而是比较有韧性。而且不管你是把它设定在运动还是舒适，不管你设定在动能回收力度大还是小，整体上的表现都比较统一，不会有那种调了模式然后刹车就得重新学习一遍的感觉。转向它在中心区有一点点模糊，可能稍微动一下方向盘，并不会车身有反馈进来。但是如果你还是大角度的打，你会发现这个方向盘很轻盈的同时，又会给你保留一些路面信息，不会过滤掉。不管是并线还是拐弯，都是很有信心的。最后再来说这个车底盘，这个车底盘要分为高速和低速两个部分。如果你城区使用，低速没有问题，整体不管你坐在车内的哪个角落，舒适性都是有保障的。你会看到海豹 DMI 用上5连杆，它想法是什么？但是一切到了高速上，速度到了120以上，并且很不凑巧，路面呢又有点波浪，那整体车内体验就会有一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感觉了，忽忽悠悠的，有点水上漂的感觉。感觉这套系统可能还是需要再重新微调一下。海豹 DMI 已经在成都车展公布了自己的预售价，17.68万元起，配合上当前这个非常火热的插混市场，我觉得这可能是海洋网第2台爆款车型。就怎么说呢？卖爆了，卖爆了！就大家怎么看？我觉得如果你想买的话，就下单吧，要不然有的等了。